我要赚钱钱，我要暴富富，我要变美变瘦变酷酷。大家好，欢迎来到 K 线西游战法频道啊！今天是大年30，祝大家新年快乐，在新的一年里面能够突然暴涨、突然暴富，阖家欢乐啊！祝大家在新的一年里面能够大赚特赚。然后呢，我们首先还是正常的分析道琼斯工业指数。那么目前道指呢，虽然处在一个不确定性很强的趋势当中，但是昨天出现了一个反弹。这里的反弹呢，完全是因为行情到达了一个筹码密集区，在筹码密集区是容易发生反弹的。但是在这里面，我们依然要重视的是这个位置上出现了一个悟空阴线和八阶阴线，几乎将前面行情当中反弹和上涨当中的一个悟空阳线杀死了。所以呢，在反弹之后，我们仍然要关注1月18日的这根阴线能否在反弹过程当中在下周的反弹过程当中能够把这个趋势完全化解掉。那么如果能够得以化解呢，我们将时间级别调到周线级别。那在周线级别上，我们观察到了1月9日的这根悟空阳线，如果能够成功站上去的话，美股将会迎来一个反转行情。反而言之呢，如果道琼斯工业指数在这轮行情当中1月18日的这根阴线呢，如果作为标志性的阴线接力下行的话，如果出现日线级别下跌细游的话，那么本轮行情将要宣告结束。所以呢，下周的行情非常之关键。那么虽然是过节但是如果有仓位的小伙伴，还是要重点关注道指能否在本轮行情当中得到一个正式的反转。如果反转成功，比特币的反弹趋势和上涨趋势呢将要得以延续。那么今天是礼拜六昨天晚上美股出现的反弹和上涨呢，让比特币的庄家对比特币的价格做了一定的拉升。我们看到它的这个结构是一个非常标准的符合我们 K 线西游战法第二部分4项战法的一个结构首先做一个高位的盘整震荡过程当中在接近焦点的这个位置上发生一个下杀动作，然后我们看到一个非常重要的均线系统就是我们在行情当中标注的144和169日均线。这个均线呢没有完全跌破然后绕行通过焦点位。我们知道焦点位是非常关键的，如果在焦点位不能够得以支撑得住的话，行情非常容易出现急转直下。但是我们看到了，随着美股的反弹，比特币多头抓住了这轮机会继续上攻。那么它的上攻呢是有一定持续性的。首先呢，我们看日线级别日线级别首先我们看到了1月11日的这根阳线是悟空阳线，然后行情当中走八阶阳线、沙僧阳线、唐僧阳线，分别突破了9月份波峰连线形成的一个压力，144日压力、169均线形成的压力，然后最终突破了19500美金这个筹码密集区波谷位置上的一个筹码密集区形成了一个压力。多重压力发动突破之后，行情我认为发动了一轮多头行情，反转正式启动。然后呢，根据我们 K 线西游战法，它的日线级别上涨西游结束之后呢，容易在这个位置上，在日线级别上涨西游结束之后做一个小日线级别调整。我们看到小日线级别调整，它是一个收敛动作下杀之后，它再做一个反弹，那么未来就有机会再度形成一个日线级别上涨。我们在昨天晚上行情当中看到了急速上涨了 7.57%， 这根阳线呢就构成第二轮的日线级别的悟空阳线。那么有了日线级别悟空阳线之后，我们的预期就有八阶阳线、沙僧阳线和唐僧阳线，最终呢能够在本轮行情的日线的第二轮上涨西游结束之后，到达一个非常关键的点位。这个点位呢就是27500美金，这个位置呢是22年5月份波谷连线形成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压力位。那么在两轮日线级别上涨西游完成之后呢，我们可能会看到周线级别的上涨。为什么在这里边会看到周线级别的上涨呢？因为在1月9日，我们昨天就说了，1月9日这里面出现了一个悟空阳线，那么本周八阶阳线已经成立，那么在下周和再下一周的行情当中，可能会出现沙僧阳线和唐僧阳线，最终呢完成它的一个快速的一个反弹。那么我们看到目前比特币的反弹幅度已经达到了47.77%。
但是仍然有空间，因为在本轮行情当中，从69000美金啊到它的低点，我们测量一下它的最大跌幅已经超过76%，这样大的跌幅之后，它的反弹也可能会有一定的持续性啊，所以呢，在周五美股出现稳定行情之后啊，周六周天的行情，也就是大年30、大年初一这2天的行情，我们是完全不用担心的，多头仍然存在啊，特别是在这种多头行情当中，很多山寨币和次主流还有主流币都会出现不同幅度的轮动性的上涨啊，所以呢，我们认为啊，这个兔年的开始啊，可以过一个很好的年。那么我们回到以太坊对比特币的价格上来啊，在这个交易对上，我们看到以太坊目前在日线级别上它是落后于比特币的啊，处在一个横盘震荡的过程当中，因为上方有一个阻力位，这个阻力位呢是0.075筹码密集区构成的。那么比特币急速拉升之后，我认为以太坊在后面的行情当中可能会得到一个加速的行情，因为本轮以太坊呢，我们看到啊，虽然弱势于比特币，但是这轮行情确确实实走出了一轮周线级别的上涨细游，然后经过了小日线级别的调整过程，它的这个 K 线呢非常类似于比特币啊，在小日线级别行情调整的过程当中，形成一个收敛三角形，接近焦点位置发生跌破，然后受到小日线级别的144、169支撑线的作用下，然后出现了一个进一步的反弹。那么在周线级别上，我们就可以看到了乌口阳线走出来了啊，目前走8线阳线，那么上方呢我们给出的目标点位大概是在$1900附近啊，因为这里面存在一个筹码密集区，形成了一个压力。同时我们也看到了本轮反弹的节奏呢，我们看到和前面行情当中啊，7月份22年的7月份和8月份它的这轮反弹构成了一个平行结构啊，所以呢，目前距离我们$1950附近的一个压力位还有一定的空间啊，所以呢，在周末行情当中可以追涨一下以太坊。然后我们逐步分析一下一些山寨一些的币种。首先我们看大零币啊，大零币呢它是一个匿名币啊，匿名币呢因为美国这方面要对数字货币进行一些监管，所以呢我认为板块轮动很快就会轮动到匿名币的板块。那么在前天的行情分析当中呢，我就给出了一个大零币要做一个布局。为什么在这里边要布局大零呢？因为目前我们看到50日均线和10日均线正在上穿144和169，但是我们看到以太坊的50日均线和10日均线已经对144日均线和169日均线进行了上穿，所以呢，大零币呢目前是落后于比特币，也同时落后于以太坊的，所以呢，我认为对于大零币的这种币种呢，有需要有热点的情况下，它可能会进行一轮补涨行情，板块轮动到它的时候，我认为它的目标位大概是在$60之上，这样呢，我们就会看到50日均线和10日均线会对144和169进行一个上穿，最终呢，它会同步以太坊和比特币的涨幅，但是这个同步过程当中，它的涨速，我认为和涨幅，我认为会高于以太坊的，所以呢，大零币我认为是可以进行一点的布局啊。做一点布局。然后在这里面非常恭喜我们会员频道朋友抓住了 APT 的行情。当天他是怎么咨询我的呢？在这个位置上出现了调整和震荡，我们看到前面行情当中走出一轮日线级别上涨细游之后，在高位盘整震荡过程当中，我们看到了这里面的图呢，我是在他咨询的时候画出来的。画出来之后，我们看到首先进行了一个大开口大角度的收敛三角形，在接近焦点的这个位置上开始了一个假突破回踩之后，我认为它的盘整要拉长一定的时间，拉长之后我们就可以看到它的收敛三角形呢变成了白色线构成的这个收敛三角。那么我们就认为在这个收敛过程时间不断推长之后，就有机会在接近焦点的这个位置上发生突破。然后呢，我劝这个咨询的朋友多拿一段时间。为什么要多拿一段时间呢？因为它在结构变盘之后变成了一个时间更长的调整我们就知道有一个横有多长，纵有多高的一个概念在这里面。我们看到了目前它走出了一个
更窄的一个收敛三角形之后啊，在接近焦点的这个位置上发动了突破。那么在接下来的行情当中，对于 APT 我怎么看呢？我认为啊，它完成了一轮上涨吸油之后啊，日线级别上涨吸油之后，因为它的筹码在庄家手中非常集中，并且呢，目前出现高点之后，上方空间基本上完全打开。那么对于 APT 来说呢，它就更容易在接下来的行情当中走第二轮的日线级别的上涨吸油。那么第二轮日线级别上涨吸油呢，我们看到这个位置上出现了一个日线级别的悟空阳线。那么在未来的行情当中，在下周的行情当中，就可能走第二轮的日线级别的上涨。最终呢，我们会发现啊，它目前走出了一个周线级别的悟空阳线和八戒阳线。那么接下来的行情当中，就容易走出一轮周线级别的上涨。那么这轮周线级别的上涨呢，可能会有2轮日线级别的上涨吸油构成，所以呢，它在接下来的过程当中可能会有一个更好的表现啊，所以呢，恭喜我们会员群的朋友啊，抓住了 APT 啊这个疯狂上涨的，今天接近40%拉升的一个代币。有的小伙伴啊也是有一些仓位啊，但是仓位啊更多的是集中在我们之前说的 FTT 还有这个 Gala 还有 Luna C 上啊。对于这些币种，特别是 FTT 和 Luna C 啊，我认为它是一个可以长期拿一下的币种，因为在22年的行情当中，这2个币种几乎跌了99%以上啊，属于一种暴跌币种。特别是 FTT 啊，本轮它还没有完成一个日线级别上涨，那么更没有到达144均线和169均线啊，所以呢，它的空间几乎是非常大的，距离上方12美金的这个144均线还有6倍空间，因此呢，对于 FTT 对于这个 Luna C 是可以拿一下。那么还有人问啊，今天 Gala 表现啊非常普通啊，几乎它的反弹过程和这个比特币非常类似，但是并没有出现新高。对于 Gala 来说，我认为你需要耐心等待一下它的一个突破，因为它的结构呢已经接近尾声。我们看到焦点位就在这个22号这个位置上，那今天是21，明天是22啊，接近焦点的这个位置上是有机会跟随比特币的上涨发生突破的。所以呢，还没有发动和比特币平行上涨的朋友们，一定要耐心等待，不要来回切换币种。在一轮行情当中，特别是行情往上推动的过程当中啊，不要随意的去追涨杀跌，这样呢，你的仓位很可能会被这个快速上涨之后啊，它的调整啊，会让你的本金受到一些损失。我们可以看到啊，Gala 这个代币在日线级别上仅仅到达一个沙僧阳线的这个位置。我们看到悟空阳线之后，八戒阳线，然后是沙僧阳线。沙僧阳线呢，代表了我们的人生多震荡，但是在4小时级别和小时线级别，它的这个收敛过程已经接近尾声，非常容易发生突破，最终呢完成它的日线级别的一个唐僧阳线，并且呢，根据我们很多币种啊，目前山寨币很多都开始走这个周线级别上涨吸油，所以呢，我们看 Gala 币的时候，把这个时间级别切换成周线，切换到周线之后，我们看到悟空阳线走出来了，八戒阳线走出来了，它仍然有机会走出沙僧阳线和唐僧阳线，最终呢到达0.1美金附近啊，所以呢，对于 Gala 来说，仍然有非常多的机会啊。然后 SOL 今天表现也非常强势啊，我们可以看到走完一轮日线级别上涨吸油之后啊，调整过程基本上和以太坊和比特币是非常类似的。然后目前呢，它正在走第2轮的日线级别上涨吸油。那昨天的这个阳线呢，基本上站上了169均线，那么未来呢可能会走第2轮的日线级别上涨，最终完成它的周线级别的上涨吸油。周线级别上涨吸油，我们可以看到本周行情已经正在走这个沙僧阳线，那么未来可能会对31美金进行一个突破31之后啊，这里是一个筹码平台，将会有一个压力位转换成支撑位的这个概念出现。那么行情它的一个目标点位，我认为是在50美金以上。所以呢，对于 SOL 来说，你应该有一个仓位啊，起码是现货的仓位。那么在这轮行情当中，我们看到它的一个突破非常漂亮，几乎完美的复刻了比特币的走势啊，因此呢，对于 SOL 来说，它还有几乎1倍的上涨空间啊，因此呢，我认为在微神啊，在这个12月底的时候啊，对它进行喊单之后啊，目前 SOL 已经成为了成交量非常多的一个热点币种啊，因此呢，对于它的布局，我认为你现货起码要有一个仓位啊。那么好，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非常感谢大家一直以来1年多以来对我频道的支持和鼓励，在这里希望大家能够给我一个一键3连啊，让更多的小伙伴能够看到我们 K 线西游战法频道。那么在这里感谢大家，祝大家新年快乐，再见。